将军，童正在哪里？童将军应该在营帐中。昆捕。昆捕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童将军，玄武王有事要我告知将军。陛下有何要事？将军可否借一步说话？跟我来。这里没人，说吧。昆布，我和你没有任何过节，你这是何意？并无过节。你杀死了宣阳王姬，今日我要为他报仇！走，咱们去看看去。不行，我要去找阿莫。逍遥，快带我去找阿莫！就算是死，我也要把阿莫给找出来。浩许，你要去哪儿？我想去一趟若江。你现在是玄武王了，你自己出去合适吗？放心姐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那你小心点。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？边关传来凌厉传讯，昆捕大将军和童征大将军打起来了。什么？童征大将军不敌，现引密宣一线。不行，童征绝对不能死，不能让昆捕酿成大错，不然外事未安，我玄武倒先乱了。怎么样？阿莫，他真的就这样死了吗？夜晚的鱼渊连接的根本不是鱼渊底部，而是一个未知的空间。我白天下去看过，没有任何踪迹。是我害死了阿莫。不，这是我们共同的错误。我欠阿莫的。之后有什么打算吗？
我打算为他立一座衣冠冢，为他守灵3年。不可！为何不可？若是这个消息让旁人知道了，那我们2族之间的联盟就会破裂，玄木就会趁虚而入，如此，大荒就会生灵涂炭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我隐瞒阿莫的死讯？当务之急，也只能如此了。阿莫以死换来了河图洛书，避免了大荒的动乱。如今连死讯都不能传出，连墓碑都不能有一座，这对他实在不公。若是宣阳还有凌云惹来了战火，百姓苦不堪言，这更不是他想看到的，不是吗？我可以答应你，可是还有2个人知道这件事，你能保证他们不说出去吗？我不能保证赤云不会把它说出去，但是我可以保证说服昆伯，让他保守秘密。你们还愣在那干嘛？赶紧给我上！是，站住！今日乃是我跟童真的私人恩怨，谁也不要掺和。若有人敢上前一步，杀无赦！昆伯，我看你今天是疯了吧？昆伯，你当真敢杀我？我有何不敢？我童真在此发誓，如果今日逃过一劫，我以后一定加倍奉还。那就等下辈子吧。住手！昆伯，你想酿成大错吗？还不赶紧扶童大将军起来！是。多谢长王级出手相救。行了，将军不必多礼，你先回紫金岭休息，晚些我再去找你。谢谢王级。昆伯，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要大打出手啊？昆布将军，这昆布究竟是怎么了？在雨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知道阿莫不可能还活着，可是我也不能看着他死在这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都是我害死了阿莫。我知道，我还不能死，因为还有人没有为此付出代价。
你准备怎么办？我咽不下这口气。若不是玄武苦苦相逼，阿木何至于会死在余渊？但越是这种时候，你越是要冷静啊！我怎么能够冷静？阿木是我的妹妹，是咱们的妹妹，你说我怎么冷静？可是现在，玄木和宣阳正在交战，玄木的小人又害死了阿木，我们一定会让玄木付出代价的。但是绝对不能草率行事，一定要缜密的计划。太好了，赤云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快让童真出来见我。童真，童真他不在这里。告诉我，童真到底在哪儿？赤云，你先冷静一点。童真他不在这儿。童真，你给我出来！童真，你给我出来！童真，童真，你给我出来！童真，童真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在余渊到底做什么了？先是昆卜，再是赤云，都想找你。你这个祸闯的真是够大的。扶佟大将军到古镇里面疗伤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准出来。遵命。行了，赤云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处理吧。通知星芒，到古镇外把守，不许任何人进入。是。这古镇乃前玄木王心血所致，一旦开启，若时辰不到，便无法停下来。你就在古镇里面好好反省反省吧，这也是我能帮你唯一的办法。多谢长王爷，长王爷今日救命之恩，童真一定谨记在心。行了行了，赶紧去吧。佟将军，请。童真，你给我出来！童真，你给我出来！发生什么事情了，赤云？童真，你给我出来！赤云，放肆！这里是我紫金大殿，由不得你在这撒野。我只要童真，你把他交出来，我就走。童真不在大殿，被昆卜打成重伤，找地方疗伤去了。童真回来了，很好。看样子，赤云是不会放过童真的。童真背景复杂，咱们要有心理准备啊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赤云大人，长王既有令，任何人不得闯入阵法。我找到了童真的部下，我知道童真在里面。你把他交出来，我不难为你。赤云大人，我负责守护上古阵法，还请您手下留情。住手啊！赤云，这古镇乃前玄木王精血所致，你是闯不进去的。难不成赤云打算
力攻破古阵。赤云，古阵被破，玄武王陵墓也一并被毁，你忍心就这样看着父王的陵墓毁在你的手上吗？赤云，你别让父王不得安息啊！赤云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们回去再说。赤云，你们在虞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说话呀！好，你不说，我也不勉强你。只不过童筝，他不能死。童筝一死，玄木必乱。现在玄木还很需要他。我明白，肯定是因为童筝太过分了，你才会这样为难他。只不过，唯独这一次，我不能顺着你的意思来了。分头行动。赤云怎么样？有没有说呀？为什么要对童筝动手？哎，不知道，他一句话都不肯说。先是昆布，再是赤云，都要杀了童筝。他们之间肯定是发生了什么，为何又谁都不愿意说呢？报！什么事情这么慌慌张张的？玄武山有刺客前进，花园有几名侍卫被杀，而且都是一刀毙命。快，宣奇迹驰骋前来护驾。是，小的马上去请。
见玄武王。平身。可以看出什么？是涉河族人所为。现在玄武和宣阳正在开战，宣阳王一向光明磊落，怎会做出暗杀这种行为？难不成他不怕沦为世人的画饼吗？兵场诡诈，为了赢得胜利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若是暗杀有效，那又有何不可？立刻派人全面搜查玄木山，调配山下的精锐部队上山。是。且慢，不知道长王姬还有何吩咐？除了紫金鼎，古镇周围也派重兵把守，不许任何人透露童筝的下落。明白。陛下的安危就交给你们了。请长王姬放心。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居然问我发生了什么？我要知道，我们走了以后，阿木为何会死？童筝又是为什么打伤了他？他为什么会掉入了鱼渊？一个是若姐姐的大哥，一个是若姐姐的夫婿，原本是他最亲近之人。却联手逼死了他。你说若姐姐死时该有多难过？你确定阿木已经死了吗？我亲眼看到童筝的明火打进了若姐姐的身子，生机全无。在太阳下山之后，她又掉进了鱼渊的漩涡中。若姐姐她真傻，分明赤云是要置她于死地。他却替赤云挡住了明火。你们就在身边，难道没有出手相救吗？救了，但是没用，都怪你。如果若姐姐不是为了阻止童筝追杀你们，如果你们不是为了利用若姐姐去换取河图洛书，童筝怎么有机会伤她？看得出来，你很在乎阿木。那好，我求你再为阿莫做最后一件事，请你不要把他的死讯跟任何人讲，请你保守这个秘密，好吗？你是认为他没有死，还是为了宣扬跟凌云的结盟？两者都有。你凭什么认为我会为敌人守住这个秘密？消息一旦传出去，那么凌云跟宣扬的结盟便荡然无存了。就凭你对阿莫的感情，凭你在乎他，你了解阿莫。阿莫生前绝不想看到大荒狼烟四起，生灵涂炭。也请你为了阿莫答应我。岂有此理！我们拼死拼活的，便宜都让他一个人捡去了。现在圣伦获得了河图洛书，是最大的赢家。要是他把我在鱼渊暗算他的事告诉父王，那我就无力还击了。这，就是世人所传颂的河图洛书。果然神妙，将整个大荒
都显现在方寸之间。可惜只有半块，不过我凌云能从2大王族的手中夺取这半块河图洛书，实属不易，值得庆贺。恭喜父王！此次夺取河图洛书，圣伦是首功，当重赏。父王，圣伦不需要奖赏。为了凌云百姓，为了父王，这些都是圣伦应该做的。而且，这次圣伦之所以能够顺利地拿到河图洛书，并非我一人之功。这次多亏了二弟，帮我挡住了宣阳和玄木的重任，我才得以有机会拿到河图洛书。要说论功行赏，也应该有二弟的一份。哼，帝音，愧不敢当啊！二弟，何必如此谦虚？这次若是没有你，我很难成事。你我兄弟何必客气？好了，你们2人不必争了，都有功，都当赏。不过，父王最开心的是能看到你们和睦相处。这圣伦到底在想什么？大哥，二哥明明暗算于你，刚才在大殿之上，你为什么将他隐瞒？现如今父王对你十分器重，你应该让父王知道真相，否则他们会认为咱们是惧怕他，才处处让着他。有些话不要乱说，小心隔墙有耳。这里就你我2人，有什么不可说的？父王虽然非常器重我，可他更见不得兄弟们明争暗斗。更何况，如果因为帝音不把我当成兄弟，我就效仿他，那我和他又有什么分别呢？我是凌云的大王子，你们的大哥，我应该给你们做一个表率。但是大哥，你可曾想过，你今日放过他帝音，明日他帝音不见得会放过你呀，甚至会更加变本加厉。帝音的想法，我没法控制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。这个圣伦怎么回事？这圣伦他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哎呀，你有话就说，来来回回走什么？你要学会掌控自己的情绪，才不会像现在一样心很乱。心不乱，事情才能想清楚。二哥，我就想不明白了。你说这个圣伦，他明明有机会扳倒我们，但他为什么没这么做呢？这件事，我在大殿上也没看明白。可是我一路上苦苦思索，大概能猜出圣伦的意思。二哥，快讲！圣伦他明明恨我入骨，却克制自己的情绪，在父王面前假装与我亲近。我估计他是在以退为进，让父王觉得放心，认为他是真心对我们好。这样一来，我们之前努力在父王面前诋毁他的话，都失去了作用，而且他可以随时在我们不备的时候给我们反击。父王也不会觉得他是故意陷害我们的。到时候，咱们两兄弟有可能会沦落到有口难辩的境地。这个圣伦真是够可怕的，心计竟然如此之深。二哥，我们必须尽快想办法除掉他，不能给他留半点机会。圣伦要除，但绝不能急躁。
昨夜就没有打探到任何消息，所以今天务必要打听到童真的下落，不然时间一久，山外的营地肯定会暴露。是。初见若缱绻誓言，风吹云舒卷，岁月间，问今夕又何年？心有惜但愿执念，轮回过经年，弹指间，繁花开落多少遍。